凯米乘着龙宫号载着路飞等人把山治带到了镇上。路飞到处求人帮助山治输血，镇上的渔人们都是一脸淡漠。在这个岛上，求渔人给人类输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路飞三人分开行动，几乎跑遍了整个镇子，也找不到愿意给山治鲜血的渔人，吓得乌索普还以为山治要玩完了。最终，乔巴很幸运的在镇上看到了人类，招呼路飞等人赶过去。大家终于找到了愿意供血的好心人，成功给山治输了血，救回山治一命。山治终于恢复了意识，苏醒过来，路飞等人都累得瘫倒了。山治想努力回忆起自己失去意识前的事情，吓得路飞和乌索普从床上跳起来。万一再让山治想起刺激的画面，那还了得！如果再失血过多，就真的束手无策了。乌索普看到山治恢复了精神，特意将两位献血者介绍给山治。隔着半透明窗帘，山治看到了纤细的手指和长发飘飘的轮廓，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直冲头顶。幕帘掀开后，两个留着胡茬的人妖站在了山治的面前。山治身上涌动的血液瞬间就凉了，2年中痛苦的记忆瞬间冲进脑中。山治尖叫着从床上奔起来，差点崩溃。这时，乔巴注意到路飞右臂上的伤口，利用药物反应一下，乔巴发现路飞右臂上的物质居然有毒，而且是一种剧毒物质，大概是刚刚和渔人打架的时候染上的。不过路飞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路飞2年前大闹推进城的时候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当时被麦哲伦的毒龙整个淹没，险些命丧推进城，不过也因此在身体里形成了抗体，一般的毒素都可以免疫。山治恢复健康后，凯米向路飞他们引荐了一个特殊的人，他叫夏利，是凯米的朋友，也是人鱼咖啡厅的店长，同时也是一名占卜师。夏利特意安排凯米休假1天，可以带着朋友出去逛一逛。最近咖啡厅生意也不是很好，游客不多，所以也不是很繁忙。凯米突然想起来他要去给帕帕古送蛤蜊。说到帕帕古，夏利想起来他刚好在人鱼咖啡厅，据说是在见一个朋友。在渔人岛的人鱼湾，随着海流飘上来一个木桶，不用想，这里面装的就是卡里布。人鱼湾的人鱼们捡到木桶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将其打开，宛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卡里布化身成泥人，撞碎了木桶，冲了出来。3个美女人鱼吓得惊慌失措，转身向海里奔去。卡里布的身体里涌出大量的泥巴，直接将3个人鱼吞入其中。这就是卡里布的果实能力，自然系沼泽果实。卡里布将人鱼囚禁在自己的身体里，琢磨着离开人鱼岛出去将鱼人卖掉。在人类世界，人鱼的拍卖价格很高，卡里布一算，这是一笔发大财的好机会，也是多亏了草帽路飞带着他避开了入境审查，才让他有了这种捕捉高级人鱼的机会。人鱼湾附近的人鱼听到尖叫声跑过来查看，却发现3位人鱼不知所踪，他们立刻报告了跟随尼普顿王子那些警卫。警卫们自然而然地将嫌疑人锁定在了当时同样在场的路飞几个人的身上。当时在场的外族人只有路飞他们，而且人类为了钱，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抓捕人鱼的理由。年轻的人鱼价格卖的会更高。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海贼伪装成好人，悄悄来到渔人岛，将人鱼绑架出去贩卖。凯米带着路飞向人鱼咖啡厅走去，路上凯米爆出了一条关于夏利的秘闻。夏利的占卜术其实非常灵验，在夏利小的时候曾预言岛上会来很多海贼，第2年大海贼时代就开始了。而最近的马林凡多顶上战争和白胡子之死，夏利都有预言过。路飞和乌索普听完惊得连连尖叫。凯米最后总结到，夏利预言不幸的事情基本上都会发生，这种事情让夏利本人也特别苦恼。3人来到人鱼咖啡厅门口，店门刚好被拉开，只见布鲁克左拥右抱2位人鱼美女，和帕帕古一起走了出来。原来布鲁克落水后拖着一个枯木飘到了渔人岛，结果被正在海边晒太阳的帕帕古发现，捞了起来。帕帕古见到路飞和乌索普十分高兴，邀请大家一起到家里去品尝海兽的肉。提到肉，路飞的兴致一下子就被点燃起来，满口答应下来。几个人拦了路边一辆鱼形出租车，上了车之后，大家的话题聊到了幽灵船长范德戴肯。帕帕古告诉大家，这个范德戴肯是全国通缉多年的深海盗贼，通缉的原因居然是范德经常给公主写情书。范德戴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年年都要给公主寄情书，
后来则演变成了恐吓信。这种精神病一样的行为让公主十分害怕，于是国家对此人警惕起来。尼普顿国王对此勃然大怒，公主3个皇子哥哥也无法对此事视而不见，亲率国王军到处搜捕范德，但一直没什么收获。在渔人岛的传说中，范德戴肯是在几百年前就被诅咒的海贼，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范德当成是幽灵船长。不过现实情况是，路飞等人遇到的那个范德真实身份是范德9世，是那位被诅咒的船长的孙辈儿，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幽灵船长，一切都是人们在不断的造谣和炒作中把真实的事情过度的渲染了。这时出租车上了高速公路，路过甜品工厂时，路飞注意到了一面海贼旗，它的所有者是新世界4皇之一大妈海贼团的旗帜，它标志着这个渔人岛属于大妈海贼团的地盘，由大妈海贼团亲自保护。人鱼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种族问题，常年受各路海贼骚扰。之前渔人岛一直被白胡子海贼团所保护，白胡子死后，大妈接手了渔人岛，使得渔人岛能够继续安宁下去，不受其他海贼的侵犯。当然，大妈对渔人岛的保护可不是白送的，渔人岛每年都需要向大妈提供数量庞大的甜食，人鱼岛的甜食工厂就是为此而建造的。路飞听完还挺高兴，有人愿意保护渔人岛总是好的，看来这个大妈应该也是个好人。而詹姆斯夏利这边突然又预言了一个不好的事情，渔人岛将因为路飞而遭到灾难，应该把路飞一伙人立刻赶出渔人岛。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尼普顿3位皇子那里，老大沙星皇子结合夏利的预言，又联想到不久前3个人鱼神秘失踪的事情，不得不怀疑草帽团另有所图，恐怕不是好人。沙星王子准备动用警卫队对路飞等人进行抓捕。路飞还不知晓自己一伙有了大麻烦，跟着帕帕古来到了他的豪宅，稳稳的一栋4层别墅。走进豪宅，不仅有守卫安保，还有夹道欢迎的女仆。不仅如此，街边的路人看到帕帕古都发出尖叫，看起来帕帕古应该是一个十分有名的名人。帕帕古得意的哈哈大笑，离开大海，自己只不过是一只时髦的海星，而在渔人岛，自己却是潮牌公司的社长，兼任著名设计师。当下这个潮牌已经名誉世界，在全国都有开设分店。帕帕古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的辉煌，但是路飞等人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们的关注点只有周围新奇的事物。凯米带着大家到帕帕古经营的潮牌店去参观，刚走进店铺，就看见娜美和店员疯狂的砍价。娜美得知店铺的老板是帕帕古之后，更加嚣张，将帕帕古整个揪了起来，威胁他给自己打折。帕帕古也是一个大方爽快的人，看在草帽团2年前有恩于自己的份上，店铺里的东西全部免费，随便拿。娜美一听可以随便拿，招呼路飞等人直接将店铺搬空了。这时店铺外面传来一阵吵杂声，众人好奇地跑出去看热闹，发现空中洒下一道道金光，一个壮汉人鱼正坐在鲸鱼上面，慢慢地从上空沉下来。周围的群众惊呼道：“是那位大人，他居然从王宫出来，亲自来到下海。”此人就是渔人岛龙宫王国的国王尼普顿。尼普顿来到路飞等人面前，路飞等人在他巨大的身躯面前如同蚂蚁，不过路飞几个人一点敬畏的意思都没有。乌索普低声道：“这个人鱼好大只。”布鲁克直言：“人鱼还是女性好。”尼普顿倒也不计较，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邀请路飞等人到龙宫城做客。所谓龙宫城，顾名思义是皇族居住的地方，对于鱼人而言，就相当于人类的圣地玛丽乔亚，是普通的鱼人和人鱼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方。不过这些对于见识过无数大场面的草帽团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路飞最关心的还是有没有好吃的，娜美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宝物。除了这些，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心动。尼普顿告诉路飞，宴会已经准备好了。路飞一下子兴奋起来。正待尼普顿同意后，路飞特意邀请凯米和帕帕古和他们一同前往。在渔人岛的黑暗地带渔人街，极端渔人组织新渔人海贼团正在蠢蠢欲动。这就是在草帽团刚刚抵达渔人岛时，驾驶海兽将草帽团包围，强行拉草帽入伙的一伙人。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止一次干这种事情。所有来到渔人岛的海贼团都要过他们这一关，要么加入他们成为他们的手下，要么就被他们干掉。而那些对他们不忠心、中途想要逃跑的人，就会被他们当成杀鸡儆猴的典范，无情抹杀。这一次，新渔人海贼团的船长霍迪·琼斯准备亲自动手，将一伙打算从自己手下逃走的海贼团干掉。在干架前，霍迪吞了一把名为凶药的东西，肌肉暴增，双眼通红，
变得更加凶神恶煞，宛如恶鬼。路人甲海贼团从愚人街偷偷溜走，霍迪很快就追了上来。为了表示自己实力强大，霍迪特意戴上手铐，意思就是让你们一双手也能轻易把你们团灭。路人甲海贼团见到霍迪琼斯，魂儿都要吓飞了。霍迪如同一枚导弹一般从远处弹射过来，直接在路人甲海贼团的船上开了一个大洞。霍迪用这一招接连攻击，将海贼团打得千疮百孔，接着穿过镀膜跳到船上。路人甲海贼团的船员立刻用枪炮攻击，但是子弹打在霍迪的身上，连个擦痕都没有。路人甲船长操起武器冲上去和霍迪拼杀，霍迪直接一口将他的武器咬碎，将船长打倒。这还不尽兴，霍迪又一口咬断了粗壮的桅杆，将整个海贼船摧毁。但是霍迪却没有将所有人杀死，而是故意将他们打成重伤，每个人留了一口气，放进肥皂泡里，把他们送去了新世界。他用这种方式威胁陆地的人类，让陆地的人类知道新鱼人海贼团的恐怖。鱼人的腕力天生就是人类的10倍，吞下凶药后，鱼人的力量就会翻倍，获得相当于人类20倍的腕力，吃2颗会继续翻倍。这种能量类固醇会以逐渐削减生命为代价，不断翻倍力量。新鱼人海贼团就是要利用这种药物实现他们的野心计划。鱼人英雄费舍尔泰格、鱼人代表性海贼阿龙都是折在了人类的手中。鱼人族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如今就由霍迪率领的新鱼人海贼团来终结吧。最终将新鱼人海贼团的目的就是将鱼人海贼团从和谐派尼普顿手中抢过来，打响鱼人和人类的全面战争，让所有的人类都明白鱼人才是至高无上的种族。尼普顿将路飞等人送往龙宫城，路上尼普顿说出了邀请他们的原因。在路飞等人来到鱼人岛的时候，曾为了驯服海怪克拉肯与其大打出手，不仅成功驯服克拉肯，而且还从克拉肯那里救下了一只鲨鱼，而这只鲨鱼其实就是尼普顿的女儿白星公主的宠物。尼普顿为了报答路飞等人出手相救，派出皇子去邀请路飞他们，却迟迟不见皇子们回来。因为太过期待宴会的料理，尼普顿等不及了，只好亲自来到下海，将路飞等人请到龙宫城做客。布鲁克乌索普为卧病在床的山治感到万分遗憾，毕竟山治的梦想应该就是见到人鱼公主吧，没想到他现在已经虚弱的下不来床了。这人该不会是在爱情照耀下出生的男人吧？尼普顿告诉路飞，他们的一个剑客伙伴已经被邀请到了龙宫城，而尼普顿军队很快会找到其他的草帽团伙伴的。宴会还是要大家在一起开才有意思。本来娜美和罗宾、弗兰奇在一起，不过罗宾打算在渔人岛四周逛一逛，调查藏在这里的历史碎片，所以就先行离开二人。弗兰奇的师傅汤姆先生就是渔人，他的家乡就在渔人岛。弗兰奇推测汤姆先生应该有家人在这边。汤姆先生曾经被世界政府的特工杀害，弗兰奇觉得有必要将这件事告诉汤姆先生的家人，于是也告别娜美出去打听情况。作为航海士加气象学家，娜美对渔人岛的环境很好奇，这里明明是深海10000米的地方，怎么会有阳光照射进来呢？尼普顿解释道，渔人岛有一种名为杨树夏娃的巨大树根，这种树根可以将陆地上的阳光导入海底，通过传导阳光，树根会发出亮光，为黑洞洞的海底提供光源，把渔人岛照得如同陆地一样明亮。虽然学者们绞尽脑汁想要用科学原理解释，但是这种利用陆地阳光照亮树根的神秘之术，没有人能研究明白其中的原因。而且这棵树的呼吸还可以将空气供应到海底，给海底的渔人族和人类提供生存空间。尼普顿带着路飞等人来到一个巨大的泡泡岛下面，尼普顿按下入口的一个开关，向守卫通报了自己的身份，守卫立刻放下泡泡型升降通道。尼普顿将一个泡泡珊瑚送给路飞，因为龙宫城几乎是被海水充满的一个地方，路飞一伙人类需要利用泡泡珊瑚随时随地的制造泡泡，才能在龙宫城内自由活动。路飞按了按泡泡珊瑚，一个巨大的泡泡将路飞等人包裹起来。尼普顿带路将路飞他们带进了一条隧道之内，通过隧道后就到达了龙宫城。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富丽堂皇，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鱼类在四处遨游。路飞等人的正前方是一个有着巨龙雕塑的城堡，城堡的守卫看到尼普顿国王后，立刻打开大门，请尼普顿和路飞等人进入城堡内。城堡里面是2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卫兵部队。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海马大臣，将尼普顿训斥一顿。作为国王，居然擅自溜出城堡，并且不带一个护卫，这可成何体统？尼普顿被训得不敢还嘴，连连道歉。那没几个人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而路飞却突然跑丢了。这个家伙也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在龙宫里到处乱逛，顺着食物的香味，路飞找到了一扇巨大的铁门。
铁门看起来很坚固，上面插着数把刀剑斧头。路飞一琢磨，如此铜墙铁壁的地方，想必藏着不少好吃的东西。路飞十分兴奋，一把将铁门拉开，里面黑乎乎的一片，看起来不像是宴会现场，但里面确实有食物的香气传出来。如此来说，这里很有可能是粮食仓库。路飞顾不了那么多，先拿点食物垫垫肚子吧。路飞四处摸索，无意间摸到一个巨大且柔软的东西，突然一声尖叫，房间内亮起灯光。路飞定眼一看，在自己面前的居然是一个巨大的人鱼。人鱼见到陌生人路飞之后，双眼一红，吓得大哭起来。我是剑魔君，咱们下期见。